太加班了，受不了了呀！我这天天周五给我来事儿，天天一堆活儿。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开始游戏了，真的太久没播了。上周就没播了，上周周五加班到11点，我操！我洗完澡啥的就已经0点了。我吃完饭洗完澡就已经0点了。OK， 也就是说，您认为自己只做袭击和偷窥这2件事，但没有杀人，对吗？就是给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这是5年前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们回忆5年前的案子。然后就是一个警员在一个桑拿房里被射杀了，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辩护人，就是怀疑他，这个凶手嘛。然后他当时去这个桑拿房，就是因为想去偷窥。然后他还是一个退伍军人吧，然后他就是可能还就袭警了，袭警是不假，但是偷窥嘛，敌人全程只看到了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这也能算偷窥吗？这叫什么混蛋逻辑？第2大狂进入直欢迎 B 播间。站大狂，晚上好，晚上好。那么小龙同学，你问的差不多了，上课铃马上要响了啊。他叫语文英语，然后他是一个数学老师。你的行为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我竟无言以对。当然，就所谓为人师表，也是让学生终身难忘。因为法警要招手了，鄙人先行一步。这段就是我们判那个案子，判了应该是快到后面吧。然后就说这个地方5年前曾经发生一起案子，然后就跳到了咱们这个5年前的这个案子，叫什么往昔篇。OK， 案情从头梳理一遍吧。好，还能带我们梳理一下。本案的案发现场叫做这个天虹体育场的比赛设施内部。案发当天正值环宇世运会比赛期间，赛场正在进行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决赛。被告语文英语作为志愿者，在上午9点15左右将这2台智能机器人运送进了体育场。他在中午12点左右离开了体育场，又在下午2点45以调试机器人为借口返回，而他的实际目的是想去桑拿房偷窥。然后他在那里遇到了不知何故出现的死者，2人扭打起来。最终语文英语向死者开了一枪，并离开现场时被警方控制。这样一来，案情果然是压倒性的不利啊！等等，说起来，我昨天案发现场发现了这个。由于排热系统故障，案发当时这个桑拿房可能是处于维修中，也就是说根本不会有什么女运动员去里面洗浴吧？你们现场还真是不走运。不对，如果这个桑拿房无法使用，那身为警察的死者又去里面做什么呢？马上就要开庭了，怎么越想越乱呀？真是烦躁啊！臭小子，你这刚死的亲爹样表情是摆给谁看？这谁呀？哟呵，金毛狮王啊！司徒所长，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哦，这就是原来那个所长，原来的那个所长啊。总之先放松，那么大块头为什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捕捉别人的行迹可是律师的必备技能，你这修炼还不到家啊？遇到这么棘手局面还能发出这种什么响捷行云的爽朗笑声，这正是我就职神龙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司徒杨神。虽然司徒所长的面容总是被委托人说长得像 K 帮老大，不过他工作起来却是非常细腻。你是不是又在心里称老夫为这个家伙了？哇，你怎么连这个都能猜到？现在可不是说闲话的时候，这个案子的情况老夫已经了解过了。案上这么难办的事，你小子可真背，哇哈哈！那你怎么还笑得这么开心？不过这里有个好消息，今天你的对手可是一个第一次出庭的新人。我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听陆老弟说，这小姑娘可是他的关门弟子哦，是那个他姐姐吧？因为案子重大，所以他要与他一同站在检控席的位置上。等等，你说的陆老弟不会是指陆成荫吧？除了他还能有谁？这个新人倒算了，陆检可是咱们这边的大检察官吧？这个城市里说的比他厉害的，只有咱们早早退休的沉默始祖了。案子一团了糟，我同时应对2个人，你就不能帮我一把吗？你这要求过分了啊！对方又没给2份律师费，老夫自然要坐在旁听席。你就用丰富的辩护经验碾压那个小的，再用年轻的创新精神击败那个老的。
这样想想，你觉得你肯定没有问题。对了，昨天收集到一个证物，我还没有来及给你，先收着吧。这是什么？指纹密码锁。26号储蓄柜密码锁已经录入了运动员的指纹，只有匹配的指纹才能将它打开。哎，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当然是昨天在体育场弄到的。可是我不是和你一起去的吗？你是何时弄到？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自然是在你专注于调查那2个机器人的时候，老夫可搞不懂那些高科技的玩意儿。就在老夫经过这26号的时候，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打开它看看。但是老夫夜观星象，发现那柜门周遭有阴风吹过。为了一探究竟，老夫就把那个柜门扯开了。啊，扯开，那门锁需要指纹验证。老夫的指纹不好用，只好用蛮力了。这不是破坏公物吗？还是案发现场的公物？这个你放心，交由老夫来摆平便是。哈哈，这样就万事备齐了。时间不早了，你要是迟到了，给事务所抹黑，赶紧给我进去。记住，脑子要活。有时候真搞不懂所长到底在想些什么。背后有些奇怪的气息流动的，指纹密码锁嘛，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好了，不管那么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反正已经摊上这样的案子，除了全力复议，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让陆姐还有那位新人领略一下我这个未来大律师的风范吧。7月6号啊，7月6号。好了，都肃静。哟呵，你有配音。那么，关于天虹体育场内刑警遇害一案，现在开庭。欢迎小音箱的 Rio 进入直播间。欢迎小音箱，晚上好，晚上好。辩护方已经准备完毕。中心破，忍说，加在啊，卡了吗？没有吧？我看我自己没有卡。欢迎龙泉沙 Sense 还行。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检控方也准备好了。我去你！小音箱的 Rio 说：“晚上好 ，OH。”你的名末呢？你的名末是明天呀？看一下我的主页置顶呀，我的主页置顶写了明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周五我经常加班，我怕我赶不上，所以就不玩明末了。我怕我赶不上，主要是上周五。小音箱的 Rio 说：“2333。”主要是上周五我加班到11点，我操！我到家吃完饭洗完澡就已经12点了，就已经第2天了。Rio 说：“哈哈，看到有直播就来了。”可以，以后就是游戏会播的比较杂，有喜欢的看的就可以看，而且游戏一般都有录播的。明天早上8点也有不是早上8点有杂谈，也可以来。我一般健身前的早上应该会播一播。这是陆姐的高图吗？这是她姐吧？哎呦我去！根据各位提交的资料来看，辩护方是神龙律师事务所的邱峰。哇塞，这真厉害！我真的没玩，这一周都没玩。检控方则是第一次上法庭的新人检察官。哎，雷东学。哎，我是检察官吗？那个，我确认一下，本场庭审的检察官真的是这位只有18岁的小姐。哎，我之前是检察官。你怎么没有配音？是的，这孩子虽然年轻，却小小年纪拿下了本科学历，以后又有满分的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感谢小袁先生点赞。检察院正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而他所缺少的只有实战经验。在今天，在下是他的助手，望您理解。我明白了，本庭会期待这位新人的表现。既然这是雷检第一次出庭，按照惯例，我还是先问你几个简单的。不需要。如此简单明确的案情和最大恶极的嫌犯，没配音，多耽误1分钟也会令人不适。属于是。哦，不对，这应该是咱女主原先主角的姐姐，应该叫哎，我操，人都我有点忘了，我去。这是咱主角吧？看着越像咱主角。他姐叫什么来着？为了避免对面的律师盘算着什么花招，我还是直接做开庭陈述吧。啊，也好。虽然年纪很小，但恐怕是块难啃的骨头呢。就请检控方开始吧。哎，不配了。7月4日正在举办世界级重大赛事的体育场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隶属地方行政局的高级刑警石中健在体育场内被遭到枪杀。似乎在同一时间，警方在体育场内逮捕了正在逃亡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语文英语，是一名正在高校任职的教授，但据检方调查，此人曾有一段在部队服役的经历，虽然部队的番号无法查明，但这也可以证明被告具有充足的作案能力。此外，根据案发现场的弹道分析，子弹发射的高度也与被告的身高匹配。本案的关键词是身手高强、袭警夺枪、畏罪潜逃、当场抓获。进一步讲，本案脉络清晰，事实充分，无可争辩。以上就是检方的开庭陈述。这是教科书一般的作案过程和检方陈述。不过，案发当天体育场内有上万名观众，以数以百计的工作人员和运动员，警方为什么唯独锁定了被告的作案嫌疑？这么简单事你都搞不清，你还称得上律师吗？愿闻其详。首先，被告在调查过程中已经承认自己曾向死者开枪，当然，硝烟反应的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其次，警方在得到情报后前往指定地点，却只发现了被告一人。最后，被告当时正处于非常惊慌逃跑的状态，有种种可疑的情形，犯人不是他还能是谁？综上所述，希望审判长能当机立断对这名被告下达。哎呀，检控方小姐不要这么着急嘛，本案事关重大，又发生在敏感时刻，莫非你想仅凭几句陈述就要求判决吗？你什么意思？这是在质疑检方取证的可信度吗？当然不是，只是辩方有一些问题想问，比如你刚刚提到的，警方在得到情报后前往指定地点才发现了被告，这个情报是什么内容？还有，据我所知，本案的案发地点位于运动员洗浴的设施内，但当天举办的可是女子比赛，被告姑且不论，死者作为一名男性警官，为什么非要跑到这种地方去？你在暗示什么肮脏龌龊的话题吗？我不许你这样侮辱。我刚才提出的问题，相信也是很多在场人的疑问。审判长，您觉得呢？龙律师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些困惑，因此辩护方申请让当时参加抓捕行动的刑警出庭作证。只要被告被捕的经历能够得到详细的说明，很多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真是胡搅蛮缠，算了，看在审判长的面子上，我就答应你这一回。检控方早就准备了对此事最为合适的证人，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传召证人非同小可，是否需要我为你示范？免了，我若是连这点事都不会，可不会堂而皇之的站在这里。我对面的大叔可以给你提个醒，等问完这个证人，也许你连哭都来不及。大叔今年才26，那么就请检控方重换证人吧。第一个谁呀？哎呦，你真的好像那个逆转裁判里头那个复苏的逆转的那个谁，宝月八，好像。我还没哭了，怎么这个证人先哭起来了？证人，麻烦你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和职业。沙刑警，你以前是黑头发，我去，怎么变白发了？后来他就是凶手，你们都瞎了吗？怎么还把他关起来？对不起，我又失态了。我去，这跟五年之后完全不一样。没关系，我再问一遍就好。请问你能否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沙丽丽。哦，他不是那个人。沙丽是本地刑警局的一名刑警，死去的阿健是我的丈夫。原来是受害者的遗孀嘛。雷检，既然你以满分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他的证词效力你应该是清楚的。我当然知道，相关法案的多少条规定，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做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法庭需慎重采信。沙刑警作为死者的遗孀的确符合这个条件。不过，死者与证人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同时还是工作中的搭档。案发当天，他们两位一同负责天虹体育场的安保工作，对现场的布置最为了解。同时，他也是调度人手将被告擒获的当事人之一。于情于理，沙刑警的证词对本庭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有道理。OK， 没有异议。我方也想知道细致的抓捕经过。如此甚好。还有一点，证人现在正处于极度悲痛的情绪当中，我想辩方这种粗枝大叶的糙汉恐怕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希望审判长对他的询问多加监督。过度施压就要接受本庭的惩罚。我知道了。
OK 啊，正言开始。死者是本地刑侦局的刑警，案发时正和我一起正在天虹体育场执行安保任务。尸体被发现的位置是运动员的休息区的桑拿房，那也是案发现场。而且他死于右胸部中弹，他的身上还有好多其他创伤。死亡时间是根据调查是案发当天的下午2点到4点48。4点48这么精确吗？凶器是案发现场遗留的一把警手枪，那是阿健的配枪。被告一定是趁混乱进了体育场，然后犯下了罪行。证人虽然情绪不太稳定，但证词的条理十分清晰，这就是所谓的职业素养吧。这里是阿健的解剖报告哦，和现场发现的凶器手枪。失血过多 ，OK， 被击中后立即死亡，身上还有好多淤伤。警用手枪，口径为12毫米。属于死者的，案发当天曾开火2次哦。总算来了，我在开庭前无法获取的证物，还是先抓紧时间看一下吧。实行警身上有多处打斗造成的创伤，在中枪后瞬间死亡。哎，这手枪曾经开火2次。是的，警方在桑拿房后处的木门上找到了深陷其中的另一枚子弹。这个可能是咱先打的第1枪，然后有人后面补的第2枪。也就是说，2次开火分别击中了木门和死者嘛。不过死者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桑拿房中呢？这段证词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也就是说，他前往桑拿房的行动并不在警方人员的计划之中吗？死者是一名优秀的刑警，他在当天的职责便是确保体育场的安全。被告进入运动员休息区的行为本身已极为可疑，我们不难推断，有可能是实行警发现了被告的行迹才前去拦截的。这其实比较合理的，是吗？按照语文老师的说法，他抵达桑拿房时，死者可是已经等在那里。有可能什么呀？有可能这个死者已经死了，等在那里的死者其实是个假的，是个假，实际上是真正的凶手。一般这个故事都是这么玩的啊！我提前预测啊，提前预知。在那间桑拿房里，死者曾经试图控制被告，却遭到野蛮的抵抗。审判长，请看这张照片。啊，真是混乱！这打斗痕迹，这痕迹确实打斗才能留下。检控方，你这样当着证人面拿出这张照片，啊，走了，还是晚了一步。啊，证人，我虽然理解你的心情，还请你尽可能控制情绪。请辩护方开始询问啊！终于询问了啊！保存，上来先保存。等等，没什么好等的。啊！直接指出最明显的矛盾，让他冷静一下。直接指啊！直接指啊！尸体发现的位置，运动员区的桑拿房，看一下。死亡原因死于右胸部中弹，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胸部右侧中枪，被击后立即死亡。这是什么？哦，看看啊，思考一下，给点提示，给点提示。先指出最明显，还是说直接指啊死者的情况？死亡时间。我想想，死亡时间跟多处淤伤吗？比如说他身上有好多创伤，这块看不出来。反对，不对，反对，
说话进入直播间。欢迎肚脐说话，晚上好，晚上不对，想想啊，尸体被发现的位置，桑拿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工作人员，运动员休息区。我靠，这是工作人员休息区吗？反对，不太对，不对，死于身上还有其他创伤，正在和我一起执行安保任务，趁混乱进入了体场，然后犯下了罪行。我这个有，那就是因为系统故障，这个吧？反对，不对，想想啊。死亡时间是没有什么的，失血过多，被击中后立即死亡。这个，反对，不对。我靠，等一下，我搜一下攻略。我了个大豆！稍等啊。在这儿。案发经过，然后弄工作人员的出入证。反对。啊？你的心情我可以完全理解，希望你能节哀顺变。不过你这种带有主观色彩证词是会让人困扰。是因为进出要工作人员证吗？没懂。真是这样吗？我可不这样认。请看这件证物。这是一张本届环宇世运会的出入证，身份一栏分别写的志愿者。他的注册单位是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而证件的持有者正是被告语言英语。证人，你在描述被告行动时，主张他是趁混乱进去的，但持有真实有效证件的语文现象大可名正言顺的从工作人员通道入场啊。还有什么理由需要趁混乱进去？反对。这感觉很牵强。他是混进来，他直接走进来，对案情根本没有影响。恰恰相反，据我所知，被告进入体育场是14点45。如果他真如山警所说是趁混乱进去的，那请问他会走的是哪里呢？这有什么好问的？场内的比赛已经在14点半已经开始了，14点45，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经就位。如果有混乱，那一定是没错，看来你也意识到了。如果想趁混乱进去冲向空无一人的工作人员通道，并非明智之举。如果被告走的是观众通道，他将面对的是一路通往赛场2层的楼梯。这样一条路根本就无法通向案发现场。单刑警，你身为现场的执勤，又实施了抓捕行动的警员，理应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为什么你会在法庭上犯下这种简单的事实错误呢？欢迎苦茶批发商夏天进入直播间。欢迎苦茶批发商夏天，晚上好，晚上好。我知道了，实在对不起。我自入庭以来精神有点恍惚，刚才就是看到阿健的照片才刚才的证词，确实我太过激动，所以一时信口开河，还是没懂。就虽然我知道他可以不用趁混乱进去，我没太懂。如果趁着混乱进去，就的那一下是什么意思？我先给大家听明白了。虽然我能理解你心情，在这桩案子非同小可。如果你不能如实作证，继续让你站在这里，本庭恐怕会有点困扰。欢迎 Slack 进入直播间。欢迎 Slack 回来，晚上好，晚上好。这样就可以了吗？同人作品吗？该怎么讲同人作品呢？是可以说是粉丝做的，但是整个故事呢，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而且其实我个人来说，有逆转裁判的味道，
但是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唯一比较引入的就是前期的搜证加法庭，其余整个故事都是全新的。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的，然后现在卖50块钱呢，如果能接受也行，或者等打折也行。就如果你是逆转裁判粉丝的话，还是建议你玩一玩的。如果你不是，就可以等打折玩。这个案子的特殊性你是知道的，本庭今日有很大概率直接下达判决，也就是说，眼下很可能是你为施行警一案作证的唯一机会，就像刚才这样就可以了吗？我明白了，谢谢你，陆老师。身上那个，我觉得我已经冷静下来了。OK， 重新作证。在开始作证前，请让我刚才对一时轻击的错误证词进行修正。实际上，我对这位被告的印象很深刻，他确实不是趁混乱之中提倡的。当天早上，他曾经带了2个机器人进来，是我亲自给他做了安检。没想到下午就，原来是给被告做安检的人就是你嘛？你有没有在他随身物品里发现异常？这个倒是没有，他虽然携带的东西很少，没有不对劲的物品。他运来2部机器人，早在世运会开赛前就已经拆卸检查过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反对。这么说来，被告日常是没有携带武器，这不是一起预谋案件，你想这么说吧？可你别忘了，凶器是被告从死者手里抢夺过来的，在这里纠缠有何意义？还有，你刚刚提交的解剖报告，我有一事不明，这个死亡推断时间为何是如此奇特的数字？有零有整的14点48看起来非常奇怪，这个数字事出有因。14点是全体警员集合到的时间，那时候阿健参加了点名，我们都见到了他。也就是说，那是可以确认实性仍然存活的最后时刻了吗？16点48是他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可以保证这个时间是准确的吗？尸体发现者是2名不同国籍的运动员，他们在看到尸体一看就发出了尖叫声，在场的警警立刻闻声赶到，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10秒，这时间已经没有办法更准确了。我懂了，所以他的死亡时间是根据最后存活时间和尸体发现时间推理出来的。对的，阿健他毕竟是死在温度和湿度异常的环境里，就对法医的分析干扰太大，这样推理反而会更准确一点。原来如此，这把凶器手枪可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是阿健的配枪，型号是 M9199， 口径是12毫米，这是安保人通用的枪型。案发之后，他被丢在了现场，因为长时间暴露在蒸汽中，指纹已经没有了。如此一来，案件的基本情况姑且算是问了一遍。不过嘛，佘刑警，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死者尸体被发现的时间是16点48，但我的委托人进入桑拿房时还不到15点，他在不久之后就被警方抓获了。如果你们当时并不知道实行者你的身亡，为什么要对他实施抓捕呢？这点确实奇怪啊！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有点麻烦，我可以再做一次证吗 ？OK。经历了案件全程的人寥寥无几，我想这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明白了，我会尽力的。OK， 当天的体操比赛在14点半准时开始，我当时正在入口出入监督安检，大概过了1刻钟，被告从工作人员通道走过来，当时他并无异常。我正要去观众席巡逻，突然收到紧急报告，说应急通道里出现了一名可疑分子。我立刻调人过去支援，等我赶到时，已有10几位警员将犯人制服了。被抓住的人正是被告语文英语，听在场的警员说他是被抓了个现行。当时我以为只是闯入应急通道的偷窥狂，把他锁进车里带回了警局。可谁知道快到晚上5点的时候，却听到了阿健他死了的消息。也就是说，最初被被告逮捕的理由就是偷窥吗？是的，因为报告里说的是应急通道里出现了一名可疑的男性，我当时已经走进了观众席，为了防止嫌疑人逃跑，才用对讲机让附近的人过去抓人。也就是说，被告被捕的时候，没人知道施行警已经遇害，确实是这样的。我没想到这犯人胆大包天，做出了这样的事。听到阿健死讯时，我还在警局里将被告当作偷窥犯审问。但是，既然被告被捕时你们都不知道死者已遇害，为何他被指控为凶手呢？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和死者死亡时间可是2回事。
本案的案情已经十分清楚，被告宇文英语多半是在偷窥时被巡逻的实刑警发现，他为了防止自己的罪行被揭发，便将实刑警残忍的杀害，准备逃离现场。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行踪早已在作案前已经暴露。这时实刑警当机立断，调人过去支援，才能让凶手落入法网。原来如此，这样想确实是合理的。那么实刑警的证言说完了，就请他回去休息。OK， 询问。存档。等等，被告被你们抓的时状态是怎样？他被牢牢地按在地上，他力气实在太大，一如一直反抗，警员们费了好大劲才压制住他，果然是让人不省身的凶恶之徒。这话我也同意。你刚才提到在场的警员说他是被抓了现行，这话什么意思？他们想说的是被告堵在了偷窥逃走的路上，这样肯定是不能抵赖的。等等，被告是由你亲自押送的。是的，赛场出现的偷窥犯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态，所以我立刻交接了现场工作，最后亲自将他带回了警局。警局离赛场多远？只有7公里。我开了警笛，一路没停，很快就到了。反对。等等，我还什么都没说呀。大学教授杀人的事件我都知道好几起，区偷窥又算得了什么？等等，尸体刚被发现，你就接到了消息吗？是的，那时体操比赛也刚好结束，本来忙了一天已经很累了，中午的时候还和阿健说好晚上下班去吃酸辣粉的。你们告知他尸体被发现的事了吗？他一直在重复，不知道那位警官已经死了。等等，按照你们的计划，实刑警在比赛开始后应该待在什么位置？我和安健2个人都没有固定的位置，实刑警和杀刑警是现场安保工作的总指挥，他们2人可以自由行动。你为什么要留在入口处先做安检呢？那里有什么异常事态吗？我听说安检有一位孕妇观众遇到了麻烦，所以才赶过去看了一眼。等我过去时，麻烦好像已经解决了，就索性暂时留在那里。就在这时，被告他来到了入口处。没错。这个所谓的并无异常，具体是指他在早上就来过，当时已经仔细检查了他的随身物品，没有发现什么不该带的东西。这次结果也一样，而且他的证件真实有效，我们没有阻拦他的道理。我记得他说是要调试上午带来的2个机器人吧。等等，这个紧急报告具体是怎么说的？你能重复一遍吗？这个紧急报告我是从对讲机听到的，具体内容应该是，有可能是这样：凶手杀了这个实刑警，然后呢，用他的对讲机，然后喊了一个人，或者是他先和那个语文英语打起来，然后语文英语开枪之后，诱导语文英语开枪，然后立刻用对讲机说这个有这个嫌疑人啥的，让他们过去抓他。立即通道里有个正在逃跑的偷窥狂，快抓住他！那个报告的语速很快，可以听出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而我已经身在2层，直接冲过去肯定来不及，所以我打开了总频道，对全体警员进行了通告，让附近的人全部都赶了过来。按照被告的说法，他们在一瞬间就集结了12名警员，真是可怕的速度。我确认一下，你现在收到了一名警员的报告，然后立即通知了全体警员，对吗？是的。这位向你报告的人是谁？虽然不是100%确定，但是我想喊出这句话的应该就是阿健。这个阿健是指实刑警，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关于这个紧急报请务必加到证词里。紧急报告是阿健喊出的，他说紧急通道里有个正在逃跑的偷窥狂，快抓住他。这个我感觉对，应该不是他说的，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死了。等等，对讲机里的声音往往变化很大，现场又那么嘈杂，你能确定是实刑警的声音吗？可以确定，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听错阿健的声音。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告诉我？还真是他说的。不愿意相信这就是自己挚爱之人留在世上的最后话语，你连这都理解不了。除了刚才这句话，实刑警还说过什么吗？没有了，就只有那一句。
在抓到嫌疑人之后，你没有去确认一下他的情况吗？我和阿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很多事是心照不宣的。抓到被告时没见到他，我还以为他去调查偷窥犯潜入的路径。我只通过对讲机对他说了一句人抓到了，就没再理会。如果那时候我能……所以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这段他应该是死了是吗？不对，他是立即死亡，反对，立即死亡，不可能说话。夏刑警，我再确认一次，从对讲机传出的声音真的是石刑警发出的吗？当然，这有什么疑问吗？很遗憾，综合案发现场的情况，这是不可能的。哎，石刑警的解剖报告上写的非常清楚，死者是在中弹之后立即死亡，他不可能在中弹之后还在无线电中发出呼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石刑警是在中弹之后才发出呼叫，他大可在被告对峙中打斗中求援。夏刑警刚才复述的内容是，可是应急通道有个正在逃跑的偷窥狂，如果当时两个人还在扭打，石刑警怎么可能用正在逃跑来形容被告？你的意思是我听错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绝对不可能。阿健的声音那么温柔，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听错。死者临终前通过对讲机发出了求救信号，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我想你们双方应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检方认为，单刑警没有理由听错一个每天都和自己一起工作生活人的声音。现在是病房在找茬儿。我方的观点是，有人模仿了。我认为是有人伪装成石刑警的声音，使用了那个对讲机。我问你，当时在现场有成天使用那个对讲机的，除了死者还有谁？真正的凶手？不对呀！啊？不是吗？我还以为是呢。那就还活着？反对。那有可能是这样。石刑警先和宇文英语打起来，宇文英语吃的宵夜进入直播间。欢迎宵夜，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宇文英语先给石警官打了一枪，这个时候宇文英语就跑了。跑了之后，石刑警就在对讲机里说有一个正在逃跑的偷窥犯，就在他们去抓的时候，晚上好，就在他们抓捕的过程中，有人杀害了石警官。这么重大的案件，法医的鉴定绝无可能存在疏漏。石警官在中弹之后死亡不假，但是夺取他性命的子弹真是由被告射出的吗？被告已经承认自己向石警开过枪，警方也在他的手上检测出了硝烟反应。之后石刑警就在他曾经看见的房间死去了。面对如此的铁证，你狡辩简直无稽之谈。无稽之谈，我不这么认为。被告开枪之后，死者仍然存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是的，能够揭示这个可能性的就是这个在存档。开了2把，开了2次。验证可以说明死者钟小浩仍然存活，为什么我没看明白？我手里每件证物，不是，是胡乱拿出来的，不对，不对，死者仍然存活，这个吗？看这个。这是一枚子弹，没错，这枚子弹是警方在私纳房的木门上找到的。石刑警身上只有1处枪伤，我相信他的确是在中弹之后立即死亡。射中他的子弹真是由被告所发射的吗？根据被告的供述，他开了1枪之后就立即将凶器丢到原地逃走了。如果那一枪仅仅击中了木门，以现有的证据一样可以说得通。
这不是一个不成熟的假设。从被告离开现场到石井井的尸体被人发现，经历了相当久的空白时间，没有任何人知道期间发生了什么。哪怕此时刚好有第三者来到现场，捡起手枪并向石井井射击。反对。被告只开过一枪，这是他自己的说辞。你怎么知道现场2枚子弹是不是全部出自他手？警方根本没有在排除他之外的任何人身上检测出硝烟反应。硝烟反应硝烟反应本来就不是足够可靠的检测手段，只要洗个澡换件衣服就能清除。并且有这种刑侦常人来唬我。警方在发现尸体之后，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有机会在他们眼皮底下目以更衣。你忘了吗？案发当天，体育场可是举办了一场体操比赛，每位运动员在赛后换下体操服并冲澡是天经地义的事，警方没有任何理由阻拦。龙律师，你这是在对场内参赛运动员发起指控吗？还没到那份上，我只是在说明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检方并不否认，不是吗？你也知道，参加此次比赛的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和我国尚未建交。如果他们卷入此案，事态将会变得很麻烦。毕竟此时涉及一桩命案，死者还是一位警方人员，无论多么麻烦，我们也没有理由停止追查吧。如此甚好，既然这样，那辩护方申请今天立即休庭。我们需要去详细调查一下当天参赛的所有运动员，才能再做打算。我都忘了这家伙存在了。由于死者在无线电中发出呼叫时，被告已经进行过枪击，因此石井井并不是在被告发射子弹时击中的，于是被告无罪。小伙子，你是想这么说吗？那我再提出一种可能性，你不妨听听看。之前发生的事或许真如你所言，被告开火打到了木门，石井井如期发出了救援。如果此时被告并未跑远，并且听到了石井井的救援呼喊，这位有胆量袭警的犯人面对已经知道自己容貌的警员，为了保险起见，他会怎么做呢？你说他会返回桑拿房再补一枪杀人灭口？我可没这么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参赛的运动员若想行凶，不但要在比赛中擅自离队，还得绕过重重监控。警方已经彻底查过当天摄像记录，并未发现任何动向的可疑人员。除此之外，此次比赛的参赛者均是身材纤弱的女性，她们能不能自如使用这把口径不算小的警用手枪也是个问题。比起先前的假说，被告连开2枪才是更令人信服的推断，你说对吗？不愧是陆姐，你的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如此一来，盲目对运动员发起调查似乎也没有必要了。不过姿势体大，检方并不打算用这种模棱两可的可能性来要求判决。被告究竟是不是导致石井井身亡的人，自有人来证明。陆雪还愣着做什么？申请下一名证人，这位目击证人将彻底粉碎辩护方的一切狡辩。你这目击证人是不是就是凶手呀？哦，不是啊，大哥就是你啊！哦，这里就是法庭吗？你是来好紧张，好激动啊！你是我们以前见过吗？你简直是那个猥琐大爷的翻版。反对。但是你这个表情还挺不错的。哇，这可不行，这可是比我命还要重要的东西。相机在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如你所见，如果把他的相机收走，他就会拒绝作证。虽然这个要求很无理，但还是麻烦你通融一下。这是个麻烦的证人。什么证人？哦，这边是一个很水的一个小妹妹吧，可比那边的猥琐大叔靠谱多了。来看镜头。这干什么啊？如各位所见，证人名叫张维迪。是名大学生（括号暂时）。实际上，我是来自树人艺术学院的摄影专业高材生。如果你就瞧好嘛，我马上会成一名正义感爆棚的战地记者。我的目的是随时活跃在战地前线，用圣师手中的利剑。诊断世间的丑恶与罪恶，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信任。你后来怎么开这个摄影行了？
来看镜头。没错，我是用这只只有摄影师才有的智慧慧眼机智慧眼看到的全部情节，看这就是证据。这啥呀？这又脏又黑的场景，怎么看都不像案发现场。这位正在案发前正躲在三安房旁边的仓库。躲在库房。这位张维迪先生可以说除了被告与死者之外最接近案发现场的人。那张照片就是他所拍下自己的藏身之处。这个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一大早就到了起义场，想拍那些帅气的警察叔，然后被一个刑警大姐给逮到，给骂了一顿，相机暂时被没收了。这张照片是我用80块钱买的山寨手机拍下。看看那张照片，这下面是什么？我真的看不见，这没有放大吗？好黑呀！我有个问题，这个证人看起来既不像运动员，也不像赛场的工作人员，他跑到那个仓库做什么？这个说来话长，还是让他在证词中自己说明吧。证人，赶紧说说吧，关于这个案子你都看到了什么？当然是决定性的瞬间。我那天跑进赛场的目的很简单，就想拍摄那2个神奇的美女机器人。在比赛开始前，我趁着入口处的混乱跑进了侧面的通道，终于找到了一座仓库。我还以为里面会有机器人，可是并没有找到，于是决定先待着，先歇一会儿。14点45左右，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我们从门缝里看到的人影快速掠过。我立刻打开门跟过去，刚好看见桑拿坊看到的那个大爷的背影，还举起手枪朝一位警察叔叔开了火。那位警察应声倒在了血泊中，那个大爷转身就跑，我害怕被他发现，就连忙一闪，他就从我身边冲了过去。我就这么跟着他，刚好见证了这几个恶徒被10几名警察按倒在地的一幕。这个他倒到血泊当中的，就和那个反对，就是不一致了呗？他不立刻死了吗？立刻死之后，他还要说话呀。这个嘛，因为当时一些观众正在入场，我也有票就排队去了。结果队里面有个挺着大肚子的大姐，突然大喊了一声“我要生了”，然后观众入口边上所有工作人员和警察都冲过去了，场面混乱至极。于是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旁边的小门溜进去了。然后呢，他怎么样？他只是水煮鱼吃多了。这2个机器人属于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是世运会的现场展品，而被告也是为了运送这2个机器人才来到现场。OK， 先询问。欢迎孤单的小老九进入直播间。欢迎小老九，晚上好，晚上这么多条。等等，我再确认一次，那个大爷指的就是旁边的被告吗？当然了，他当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还能怎么样？他调整了全身的液体，打开了什么斯安威斯坦，端起一架传奇机枪就冲了进去。等等，这是你看到最具决定性的瞬间，对吗？没错，那个情景真是太惊心动魄了。不过你详细描述一下，当然没问题。那个红衣大爷，双腿开立，扎了个标准的马步，然后左手持刀，右手持剑，摆出了架势。其实我想说的是，他一把拿手枪，大概就是那种瞄准的姿势。然后我顺着那个阴森枪口看到去，只见正义的化身警察叔叔正被逼进房间的角落。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千钧一发时刻，我突然听到了足以压过观众喝彩声的巨响。那位警察叔叔就倒在这样血泊中，庄严牺牲了。
对，应该就是这句话。应该是，立即死亡？反对。不对。不对。那就不是这句话。它跟那个，翻倒在地，这样吗？反对。不对。应该他们俩应该先打斗了一下吧？反对。啊，不对。那就继续，不是只证这一句。等等。被告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啊，简直是毒圈要缩过来一样，毫不犹豫地朝着铁门狂奔。那个就是其实我也没有看清楚，怎么可能？那声枪响直接把我吓懵了。等等。他被警察按倒在地的时候，你就这么在旁边看着？啊，随后他们就把我带去警局做笔录了。OK。等等。从打一开始，你今天赛场的目标就是那2个机器人吗？那倒不是了，我的试用会门票是抽奖白嫖到的。以国际性大赛事嘛，说不定就搞出个大新闻呢。那你跑进赛场的时间是下午。比赛下午才开始，我那天9点多就过去了。本来想拍守卫森林的氛围，结果相机却被那个刑警大姐没收了。我正要离开，转头看到一个50来岁的大叔，以及2个年轻的女孩。我当时意识到那可能是机器人的时候，就被他们深深迷住了。等等。你进入仓库的具体时间还记得吗？太具体的可记不清了，大概是1点半前后。那是我刚吃完一只烤鸡，精神抖擞的继续寻宝的大新闻。这个简单，我记得那个入口有处铁门，对吧？我是趁混乱进去的，也没想过接下来路线要怎么走，随便推了一下。好在那个门没有上锁，就这么推门进去了。看到铁门，早在那时候就已经被打开了。对的，这么幸运是能让我碰上，真是太神奇了。难道门处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警方就认为他们这么开着真的没关系吗？等等。你既然下定决心要找机器人，为什么会突然决定先待着歇一会儿呢？因为心情不好。如果真的想当记者，这么轻易的放弃取材，会不会有点违背新闻精神？那个我在成名记者之前可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绅士，就算本着全方位取材的敬业精神，我也不会在满场都是运动员的情况下贸然冲进浴室或者桑拿房这种地方。赛场的平面图应该没给你看过，你怎么知道里面是浴室和桑拿房？只是因为好奇每个房间我都偷瞄了一眼。你偷瞄的时候发现什么吗？没有。发现那些房间是洗澡用的之后，我就立刻关门跑出来了。万一真的被我看到点什么，可怎么交代？万一真被你看到了，担心怎么交代人应该不是你吧？听到脚步声。等等。你能在看到人影的时候就确定那个人是谁吗？绝对没错。作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我的大脑可以精确地打印出看物的每一个画面。况且我已经目睹了那位大爷带着2位机器人的样子，那个红色的上衣，银色的头发，奇怪眼睛，还有猥琐的表情，我绝对不会看错。被告走过去的可否注意到你的门后？他看到我的时候心情可激动了。就是那决定性的瞬间，真是太可怕了。
就是这个吧，警察倒地。哦，没有血迹，是这意思吧？哎，应该就是这句。枪开了2次。反对。不对。哎，这又是哪个？我去！我搜一下。还活着。啊！警察倒地，维修公告。哦，看不到，因为在维修，全是水雾。你在描述案发现场瞬间是这样说的：他举起手枪，朝着几位警察开了，那位警察应声倒在了血泊中。这个情景你真的看到了？当然了，很遗憾，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诸位，请看这件证物。是的，根据这份公告，桑拿房内的排热装置发生了严重的故障，而且按照被告的描述，整个屋子里弥漫着厚重的雾气，能见度非常糟糕。被告甚至无法在重重迷雾中确认实刑警的生存状态，可你却说清晰地目击到了案发现场，甚至能够描述细节。难道你眼睛上自带了红外功能吗？反对。反对。我虽然没有争过，不过能想到原理大概。总之，仅仅是装醉存在故障，确实不足以证明房间的状态。但是这件证物却能证明当时充满了水汽。这个。反对。啊！没有，等会儿没有保存，我靠！啊！反对。反对。反对。保存。充满了水汽。这个吧。反对。不对，不对。这个。看这个。这是一个大木桶吗？是的，确切的说，它是桑拿房的一件洗浴器具。雷姐，你刚才说过，只要不往木炭上浇水，就不会产生水汽。而这个木桶刚好是在被告与死者牛大石被踢翻的。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从内侧仍然留有水迹，外面还有一个鞋印。不难推断，两人在厮打时，这个装了很多水的木桶被踢倒了。如果这些水全部泼到旁边的炭盆上，会如何呢？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位证人，你的目击证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想做一名冲锋陷阵的摄影记者呀，你们一个个的为什么要抓住这些细枝末节的内容不放？
那个房间如你所说被水汽围了个透，我其实什么都没看见。那种可怕的场景，我就算能看到，肯定也会被吓得掩面狂奔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看到受害者被枪击的一幕。是的，我确实扒着门缝，在朦胧中看到了被告大爷的背影，但我在仓库里游了很久才敢过去。看到时他已经是在听到一声巨响之后了。也就是说，你当时达到桑拿房时，枪击已经结束了。没错，警匪片我还是看了很多的，那一定就是枪声。昨天我听说有个警察在里面遇害了，才想到原来我经历这么不得了的事。可以直击现场，变成杀人事件目击者，实时的报道一次大新闻，不是很酷吗？所以我就根据警方透露一下，也稍微脑补了一下。虽然不知道那个大爷在干了什么，反正有枪声，他肯定就是凶手，不对吗？哈哈，安排法警把这位证人请出去吗？等等，证人，我并不打算继续指责你，只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问清楚。我的麦开了吧？我靠！按照你刚才的说法，在案发前你躲在仓库中，直到听到了一声巨响。你刚才扒门看到了桑拿房，然后被告就从桑拿房中跑了出来，被警方按住了，对吗？对，就是这样。我这次真的没有在说谎了，这些都是亲身经历。这乘坐情报简直半点用都没有，再问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反对！浪费时间？我可不这么觉得。证人刚刚这番情报可是揭露一个巨大的矛盾。看这个。证人，我再问你一遍，被告走向桑拿房之后的方向，你只听到了一声巨响，对吗？这样一来，这件事就很奇怪。审判长，请看这件证物。经警方鉴定，这把凶器手枪在案发当天进行过2次射击。刚刚陆检主张的是，欢迎刘七九，欢迎刘七九，晚上好，晚上好。被告可能是在听到实行警呼救之后，又返回现场补射了一枪。我们已经证实，这位证人早在案发前就抵达了现场，可是直到被告被警方控制，他都只听到了一声枪响。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吗？反对。当天体育场正在进行比赛，现场被嘈杂的广播和欢呼声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漏听了一声枪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对，那个通道与赛场之间隔音很好的，而且他开枪的地方可就在隔壁，我连被告大爷的脚步声都能听到，怎么可能漏听的枪声？反对。反对。哎，我去，消音器都来了。审判长，综合刚刚庭上的种种情报，本案的疑点正在变得愈发深重。被告在离开现场，警方被控制时，实行警很可能处于还存活的状态。鉴于证人张维迪只听到一声枪响，那么发射第2发子弹的还有可能另有其人。从被告被控制到实行警尸体被发现，中间经过了大约2个小时的空白时间。这期间，任何人接近案发现场的人都是潜在的嫌疑人。由于缺少调查，我方尚不能确认此人身份，但无论如何，警方关于被告是唯一可能作案者的主张都不再站得住脚了。你看，OK。那么来总结一下本庭的看法。首先，辩方的推论虽然合理，但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你主张其他可能作案者是否真的存在，仍需要证据支持。而检方所做出的例证的确为辩护方找出了一些漏洞。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调查出现新的进展前，被告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因此本案决定暂且休庭，等你们双方重新调查之后再做打算。想必2位没有意见吧 ？OK， 请等一下。
怎么了？上线警，你怎么回来了？我刚刚收到来自警局的联络，他们在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健的定时邮件。是什么？怎么还搞定时邮件？没错，这段邮件里附有一段录像资料，由于不知道真伪，警方不敢贸然提交。但就在刚才，我们已经对这段视频做了鉴定，它绝对真实可靠。由于视频内容与本案有着巨大关联，我就火速送过来了。我带了播放器，你们自己看吧。我不相信你们在看过这个之后还会有任何放过这个恶徒的想法。还真是意外状况，既然警方已经鉴定过了，那就是合法合规的证物。快，赶紧当天播放。就在短短几分钟以前，我还为自己成功压制了2位检察官而沾沾自喜。不知为何，有一瞬间，我产生了无论沙县警播放的视频内容是什么，我都能像先前一样找到破绽完美回击的错觉。然而，就在视频开始播放的那刹那，我意识到自己，之前自己对绝境这个词汇是多么的无知。嚯！尊敬的观看者，我的名字是石中宪，是一名隶属地方刑侦局的刑警。如果这段影像正在警局或者法庭中播放，说明我大概此时已不在人世。进入正题前，我先要坦白自己犯下的弥天大错。我童年的玩伴与最好的朋友在去年魔方体育场爆炸事件中牺牲了。在那之后，我就便对这场爆炸的策划者国际犯罪组织天盾抱有深深的仇恨。就在1年前，我不顾领导反对，擅自开始了针对天盾的卧底工作。我利用某些违规手段打入了他们高层干部，并获得了北斗这一称号。就在今天，也就是7月30日，我获悉被盗的定时炸弹就在天盾手中，他们已经酝酿许久。白白进入直播间。欢迎 Saber， 拜拜，晚上好，晚上好。他们已酝酿许久，正打算将在明天的天虹体育场举行的比赛进行爆炸。天盾的耳目众多，通知警局虽可以阻止袭击，却很难将狡猾的高层抓获。为了达到北斗，晚上好，没有玩明末。对，第一是我上周已经写了那个值班表了，之所以周五没玩，就是因为我周五有可能加班，我可能播不了，所以我就想说，就干脆选择这个游戏，赶紧把这个游戏结了，咱好换个其他的。为了达到目的，我对即将实施报复的2枚干部子夜和葵月设下了陷阱。我在比赛场地内打通了一处暗道，并在场外预先开启了一扇应急的铁门。就在今天上午，我已经将这条消息泄露给了上述2人，只要他们在这通道通向的运动员休息区碰面，我就会将他们一同抓获。我听说子夜曾在特种部队服役，葵月则是擅长投掷利器的杀手。完蛋啦，咱不会是子夜吧？我不能让战友们因我公报私仇的任性行为而陷入危险，所以打算独自面对。如果我已遭人杀害，希望个人能主持公道，将这伙丧尽天良的暴徒一网打尽。通过数月的调查，我已经锁定子夜的最大嫌疑人，他的名字叫做语文英语。无论是卧底行为还是此次行动，都是我一人规划。我妻子沙莉莉并不知情。作为最后的保险，我对这段视频设置自动发送，时间就定在7月6日的早上。希为国人保重，在此谢过。我了个豆！沙县警，这个录像内容确保真实无误吗？警局已经过鉴定，视频绝对真实，绝对不存在拼接和剪辑，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我了个豆！原来如此，难怪实习警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桑拿房里，难怪现场的警力会被他如此布置。有了这段供述，一切就说得通了。可是接下来的事态到底会变成怎么样？
紧急修订10分钟，剩下的人都给我把被告看住。感谢 Saber 白白的一个这个好哎。就这样，庭审在巨大混乱中被强行终止。由于怀疑为国际犯罪组织的高层，被告语文英语被紧急提升了看护级别，连我这个辩护律师也没法在休庭期间和他接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如施心经所言是那个恶贯满盈的子夜，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审理想简单收场绝无可能。就在休庭前那一刻，全场听众都向被告投来的鄙夷和憎恨的目光。如果他们拥有裁决的权利，也许每份判决书上都写了有罪。好了，都肃静。我能理解大家的情绪，但法庭之上不可无序，还请诸位保持严肃。申请群是填名字还是填自己的？啥意思？你就写你就行了，写你的名字就行了。写你的那个 UID， 这样就是我知道是谁申请。我能理解大家情绪，但法庭之上不可无序啊，这个说过了。虽然本庭之前做出了今日闭庭的决定，但鉴于警方突然追加了新的证据，我和陪审员同事商议了一下，决定取消之前的角色，具体审理本案。理解你们对视频调查的如何了？我们已经和警局取得联系，这封邮件在今早6点被人定时发送到了警局的内部邮箱，而发件人正是死者石中健本人。既然6点就已经收到了，为什么不在先前的审理中提交呢？这视频所涉及的内容实在重大，未经查实，谁敢随随便便就交上来？就我，连我和陆老师也是在山姐拿着他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实习警发出的邮件除了这段视频，还附带了很多辅助资料。稍等啊，回个微信。其中包括他这1年来收集种种关于语文、英语、天顿、有染的证据。警方已经对欢迎哥布林晚上好，警方已经对被告的住所、银行账户和通讯录分别展开了紧急搜查。时间仓促，想要下达结论不太可能。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这个语文、英语名字并不是被告的真名。他在应聘教授时所使用的个人信息和履历也全部是伪造的。被告伪造手段非常高明，若不是有实刑警提醒，恐怕我就被他这么混过去了。还有一事不明，实刑警在视频中提到的，他在赛场内侧也打开了一条通道。警方有发现这样的东西吗？要是发现了，早就申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的人已经随着实刑警给出的线索火速赶往现场，将天顿的被告计划全部揭露，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OK，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审理中还可能出现现场同步传来的消息，也不知道能不能利用这一点做些什么。事到如今，我还想干嘛？弄到这份上，这家伙已经不可能自由地走出法庭了吧？总之，实刑警3日行动当然不应提倡。我不知道警方会如何看待这件事，但从结果上看来，他不仅挫败了天顿袭击的阴谋，还让一位高层干部落了法网。他的丰功伟绩一定会被人永远铭记。你当然不可以回答，不过在这样的状态下，恐怕连你的辩护律师也帮不了你了。真是愚蠢的人们！因这些年一直潜心教书，以传道解惑为乐，岂料短短几天就被你们接连扣上种种恶名，作为教师真是可悲。把一份只写的答案没写过程的考卷交上去，可不是会有好成绩。如果有的选的话，宁愿从未接手过案件。不过那都是题外话。此时此刻，我出于不得不遵守的职业道德，自然会将这场辩护进行下去。说不定运气好的话，还真能还您一份清白。
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要判的是杀人案，他有可能真的没杀人，杀人的可能不是他，但不代表他不是那个天盾的高层，这是两码事儿。反断。对呀，我没记错的，今天法庭审的是宇文英语涉嫌杀害刑警石中健的案子。石刑警的视频为我们带来不少新的线索，但案件的疑点丝毫没有减少。被告就算是犯罪组织的成员，还曾经计划过残无人道的袭击，却未必就是本案的真凶。所以真相从来不是那么简单与美好的东西，不是吗？出于律师的职业道德，也出于本人自己的意志。更何况在没有搞清楚所有真相前，我没有权利给任何一个人打上善与恶的标签，哪怕他双手早已沾满鲜血，法律也不应让他为自己不让他为一条自己并未夺走的生命负责。住口！嚯！也罢，小龙同学不愧是为师认可的好学生。既然如此，为师自然也分配到底。哦，嚯，变身了是吧？感觉这大哥就是啊，感觉这大哥可能就是那个天盾的高层，但是人可能真不是他杀。诸位，就容鄙人重新做一次自我介绍。裁判吗？不是，是国产，应该叫什么粉丝向作品，就是模式是参考逆转裁判，但是讲了一个完全全新的故事，叫无罪之庭。它的前身是这个犯人，这不对，这叫什么？这个人无罪，这家伙无罪。然后这回是最近是在 Steam 上面开始卖了，开始在 Steam 上卖了，现在应该能搜到，应该是50多块钱。如果喜欢玩逆转裁判的可以玩，不喜欢的话可以等打折，我觉得还可以。很多人对这个评价就是平开高走，我个人也觉得不错。第一章没感受出来，但是越玩觉得越有感觉。鄙人的真实姓名无足轻重，暂且以宇文英语相称，并无不妥。而且这个名字也是很符合逆转裁判的风格，这人叫宇文英语，他是个数学老师。重要的是，鄙人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恶徒，天盾第3席的干部，代称子夜。真的是你，怎么认了？尊敬的审判长大人，您这又是何必呢？感觉配音和这个例会不太符。请放心，鄙人还没有愚笨到在这样的地方强行突破。况且若不是北斗的背叛，你们这群酒囊饭袋，又能奈我何？你竟敢藐视法庭！小龙同学，不，龙律师，刚才你的一番发言啊，鄙人十分赞赏。你的职业操守和个人意志，究竟能被贯彻到什么地步？就让鄙人观察到底吧。就像我说的，无论你是何等十恶不赦的之徒，我依然是你的律师。只要你能一五一十的说清全部事实，你该有的清白，我自然会替你争取。真相其实很简单，鄙人在那个不幸的日子里并没有夺走任何人的性命。之前闭口不言是不想滋生事端，既然已经闹到这个地步，自然就由鄙人亲自收场。那枚编号为这个什么3000的炸弹是由你带进会场准备引爆的吗？不错，正如那位刑警所言，天盾的计划本是袭击世运会。本国警方在近日频繁欢迎Saber 回来，近日频繁阻断我们的财路，为了聊表报复，我们只好换一颜色。那枚炸弹现在在哪？你又是怎样通过安检将炸弹带过去的？这个就应该是那个机器人。机器人在前几章，就是应该是第3章吧，就已经说过了啊。这个造这个机器人的厂的那个厂长也是天盾的干部。他这个机器人的内枪，它机器人有一个内枪，这个机器人可以屏蔽所有的扫描，这个内枪里的东西是不会被就是任何东西发现的，还有只要搁在那个机器人里就行。还有运送和引爆这种
执行层的事儿交给你们组织的喽啰办不就好了？为什么你这样的高层领导者非要以身犯险亲自前往现场？小东同学，你刚才只说要问一个问题，更多问题本人可没打算回答。反对。住口。OK 啊，自己给自己正言啊。OK， 他开始正言，我去接杯水。或许别人称他为北斗。OK， 呀，可以了啊，可以了啊。这样的卧底行动就会来自一个警员的擅自行动。可以了啊。并不知道北斗是卧底啊，就是现在这个死者并不是卧底。这个组织体系本是由鄙人一手建立的如今却作茧自缚。住口！我在对审判长和我的律师说话，哎呦我去！快快快，我也等着呢。好，我去接杯水去。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稍微等我一会儿。OK， 回来了。我就是你们说的子夜。当天出现在现场，原因就是方才所说，是为了引爆炸弹。大约14点40，鄙人潜入了运动员休息区，以等待下手时机。鄙人不按地形，不慎误入了桑拿房，刚一进门就被一名警察用枪锁定。本趁其不备，突然发动了袭击，在搏斗中夺下武器，并向他开了一枪。论射击技术，鄙人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强，哪怕子弹绝对没有命中。之后，鄙人意识到形势不妙，决定迅速撤离，可为时已晚。鄙人就算一介恶徒，那又怎样？犯罪组织首领并不等同于杀人犯。人有可能真不是他杀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是死者自己自杀，就是为了想栽赃给他。对吧？就是为了让他，就为了让大家抓他，所以自己选择死了，有可能是这样。OK， 我们还是要询问。这也够多的点。等等，石刑警对你危险程度应该知根知底，他竟然会在你面前暴露出破绽。他持枪的姿势确实无懈可击，只不过他与鄙人对峙时突然剧烈的咳嗽了一声。这么关键时刻咳嗽吗？他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半秒钟，对鄙人来说已经足够了。鄙人袭击了他的手腕，随即闪身到他背后，试图将他控制住。因为他忽然踢翻了旁边盛水的木桶，这个房间立刻被水雾包围。
当然，别人眼睛受到热蒸汽的刺激，他趁这个间隙挣脱了控制。为了防止他采取进一步行动，本人下意识地扭住他的手腕，并夺枪开火。这一系列别人都没经过任何思考。那废话嘛，他不是在部队里训练过吗？我也是个射击爱好者，判断子弹有没有命中目标，无非是靠视觉和听觉。你为何如此自信？房间内确实充满了让人目不见物的水汽，现场广播声欢呼声也确实极其嘈杂。别人判断并不是听觉，而是手感。成千上万次的经历，足以让本人凭感觉就知道有没有射中人体。等等，你在撤离时有没有想过会遭到大量警力拦截？别人从未听到北斗呼叫增援，感谢 Saber 点赞。按照通常布防标准，门口甚至多了3至4人把守。如果真的只有3至4人，莫非你还打算硬拼吗？欢迎 Reggie Team， 晚上好，晚上好。只要他们还处于戒备状态，敌人伸手有10足把握将他们迅速放倒。虽然也不是不可能。敌人拉开铁门时，出现在面前的是12名全副武装、高度戒备的警员，除了失手就引人以别无选择。等等，这话在逻辑上没错，但也有一点连我都要承认，你依然是目前最大的嫌疑人。这一点敌人并不否认。如果你真的没有射中实行者，你有没有想过杀死他的真凶会是谁？在你心目中是否存在可能会做出这种事的人，比如你们组织的老狗之类的？啊，这个确实是有点。等等，你们这个代号有什么特别讲究吗？子夜是3更天，本人是第3席，仅此而已。也就是说，还有2名地位比你更高的干部正在操控整个组织，他们的事与本人有何关联？等等，安放并引爆炸弹就是你此次行动唯一的目的吗？本应如此，节外生枝从来不是别人的做法。啊！等等，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可有什么缘由？比赛开始的时间是14点半，而观众入场时间是14点，其中缘由不妨你大胆猜测一番。难道是为了保证炸弹的杀伤力吗？这么一想，我确实真的要感谢牺牲的实行者，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为了保证杀伤力，选择这个时间也是为了掩人耳目。比赛刚刚开始，仍有不少观众尚未入场，工作人员需要同时兼顾赛场内外。这个守卫最薄弱的时刻，别人听信了北斗的话，从铁门走进了运动员休息区。实行者在视频中已经说过，那道铁门是他特意预先打开的，放被告进去。所以在铁门中穿行进去休息区的意图是引爆炸弹，对吗？当然。既然如此，你可否将这个信息补充到你的证言中去 ？OK。运动员休息平时无人来往，别人选择这个地点是打算在那里引爆炸弹，这感觉很奇怪。等等，啊，感觉应该是这句话。OK， 他前往休息区是不是真的只有引爆炸弹这一个目的？莫非是这个休息区？我感觉应该像这个。反对。不对。不对。我操！这个反对。等一下，他这里说魁月则是擅长投掷利器的杀手，
这个有可能跟我们前一个案子，就是5年之后这个案子，因为咱们这个案子是就是回忆嘛，回忆过去就回忆5年前，也就是说现在我正在判的这个案子，有可能是这个人，因为我们那个案子是一个人，就是他的背后中了一刀，有可能是他这个丢的飞镖。你从工作人员通道去进入运动员休息区，只是为了寻找引爆炸弹的机会。宇文先生，这其中缘由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你们此次袭击计划中，这条路径并不是为这个目的所安排的，对吗？针对这一点，施信建议的这段自白视频中说得很清楚。他可是将这条通道告知了2个人。没错，根据施信里截获的情报，这起袭击本就是应该由2个人完成。身为子夜的你，潜入桑拿房的目的应该是与葵月碰面才对，不是吗？葵月是组织中的处刑者，此人曾受过精良的暗杀训练，专门负责处理组织的叛徒和对高层干部有威胁的人。哦，解释什么呀？OK， 保存。如你所言，葵月的工作不过是在必要时刻为别人提供协助。然而，我们2人并不认识彼此，他当天是否真的在现场也无从得知。别人的计划十分周密，仅凭一人之力便可执行。别人与葵月的会面毫无必要，是北斗会错了意。这段不是很理解。OK， 询问。OK， 保存。等等，这句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多问2句了。你在案发当日具体计划是什么？当然有关，如果知道你具体行动过程，找到真凶肯定会大有帮助。也罢，你们已经抓到了鄙人，给你们一些小小奖励也是应该的。鄙人计划的第一步自然是将炸弹和遥控器送入比赛场地，至于如何送进去就当做商业机密吧。对了，那个定时炸弹的数据有人可以提供一下吗？形状是长方体，尺寸是这个净重12千克啊。遥控手段为无线电，有效距离为60米，最大延迟时间是60分钟。实心阻挡物会严重削弱它的遥控距离，由于是美制军用武器，爆破当量资料属于机密，暂时无法获取。OK， 有效遥控距离是60米。我懂了，证人，你将炸弹和遥控器送入场地之后，打算怎么做？下一步将炸弹移至恰当的位置，然后把它的遥控器藏匿在运动员休息区。随后，在下午比赛开始时，鄙人只需要动身前往运动员休息区，将遥控器取走，然后在有效距离内按下按钮，10分钟之后就可以欣赏那一美妙一幕了。追问，宇文先生，我对这个计划尚有疑虑。考虑到现在的状况，仅凭你一人似乎无法完成全部工作。我靠，哪里有问题啊？炸弹所在位置，很遗憾，炸弹所在位置致使你的行动难以说通。根据路检提供的情况，这个炸弹有效距离只有60米，一旦遥控器炸弹中出现了阻碍，这个距离还会进一步缩减。天盾组织安放这枚炸弹，目的是造成平民伤亡，制造恐慌。我虽然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但它一定被安排在了赛场内部的某处。就算没有施行警阻碍，届时手持遥控器身在运动员休息区的你，该如何遥控远在赛场中间又隔了好几堵墙的炸弹呢？我的意思非常简单，天盾袭击计划一开始就要由2个人来完成。你在取得遥控器之后，必须将它交给另一位可以自由前往赛场的同伙，届时再由那位同伙来启动炸弹的定时器，这样才说得通吧？
你想说的是，这位同伙就是魁月，对吗？很有可能，毕竟石刑警已经截获了这个情报。反对。石刑警已经说过了，天盾组织根基深厚，在各处都有眼线，赛场内部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是他们成员。有的呀。魁月的真实身份，别人也不知晓。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就连鄙人都有些好奇了。运动员，这个魁月可能是一名参加了比赛的运动员。只能是这个答案了，因为咱们还有这个证据，没有说，所以必须得拉上运动员。你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吗？理由很简单，运动员休息区专门为了运动员准备的私密区域，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警察，在比赛期间从赛场一侧进入都难免引起注意。只有参赛的运动员可以完全不被关注的走进去，因为这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我知道你就会这么说，我还以为你这会把焦点放在运动员身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这里有一条叫何青英，这个何青英在之前的案子中，我们应该了解到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机器人，而且他说他自己曾经记忆被抹去过，所以而且当时那个案件就是把一些东西放到他的身体里来躲过了那个安检，所以有可能炸弹就在这个何青英的肚子里，然后何青英自己拿到遥控器之后，说白了就是根本不需要60米，就自己在自己身体引爆了。就故技重施，以程序复杂理由拖延审理吗？我很遗憾，这主张根本是不可能的。看这张平面图就明白了。连接着运动员休息区和赛场的大门旁边都有一部正对着门口的摄像头，选择赛场一侧进入休息区，没有任何方法能躲避它的拍摄。所以说呢，由于案发现场就在休息区内，检方早就调查了相关的影像资料。场馆正式开放的时间是当天中午12点，比赛结束时大约为16点40。在这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里，可是连一个进入休息区的运动员都没有。更进一步说，那摄像头不仅没有拍到运动员，他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拍到任何人。直到16点46才有2个结伴而行的运动员走入，他们几乎立刻就发现了石刑警的尸体。你该不会想主张他们2个都是魁月吧？我觉得魁月就有可能是那个何青英。辩方，你的意见呢？你依然认为参赛的运动员中存在着国际犯罪分子吗？你要知道，这个指控可比谋杀更严重。如果你想将全部运动员调查一遍，真的会天下大乱的。OK 啊，那就基本上已经说了。但是如果从赛场到运动员休息区存在一条不会被拍到的通道，又如何呢？反对。这条暗道当然不会是场馆设计者预先准备的，警方无法发现它也无可厚非，毕竟它的位置实在太过隐秘。哦，应该是这个。看这个。说他有风吗？当时说觉得这地儿有风。反对。还纳闷呢，昨天调查时现场的指纹密码锁怎么少了一个？没想到居然在你手上。经济协调器，我在我桌上的文件里确实有这个密码锁的登记资料。就在刚才休庭时，警方还送来一份情况说明，详细记述了这些证物获取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已经得到警方的认可。哎，所长还是牛逼呀！我去，这个老东西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对付呢。随手抠的，这就是所长所谓的摆平嘛？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可疑力量啊？总之，既然是合法证物，我可以阐述我的主张了吗？刚才雷姐提到过，已经有些刑警前往案发现场继续调查了。我可否请
请求法庭与前方警员连线，调查一下这个密码锁的所属。石刑警在视频中说过，他在比赛场地内打通了一条暗道，这很让人在意。受到每位前辈启发，我认为这个密码锁所属的储物柜十分可疑。我对这个暗道有点在意啊，前方连线啊。已经连线成功了。哦，果然是把这个打开就是一个通道。这就是那个指纹所属的柜子吗？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为了保险起见，能否让前方警员根据我的指令来调查？没问题，你怎么说都行。察觉到了异常的气流涌动。这个吧。拧下来呗。哦，还得先看别处啊。这事儿闹的。这个棍子。这个棍子是不是从这儿抠的呀？OK， 这个呢？布料，天照民国的国旗，菊花在天照民国文化中是不可侵犯的象征。欢迎蓝音兔兔进入直播间。欢迎蓝音兔兔，晚上好，晚上好。为什么运动员在储物柜里会出现一面国旗呢？这个呢？饰品，牵挂之恋，最重要的人放上去。这是谁？一位中年女性。熟悉的小字。这么重要不保留下来吗？我觉得这个人应该照片应该是有点那啥吧，不得了了，这柜子后面的铁板可以整块卸下来，马上把它拆开来看。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回事？这个橱柜后面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洞？报告，这个后面就是更衣室，洞口刚好开在了遮挡物后面。从历史可能不会从这里设计的吧？从这里设计，然后把枪丢进去？不对呀，那也不对呀。结论已经显而易见了，这墙上洞就是为实行警卫回忆预留的通道。这不可能！眼见为实，审判长，我立刻申请还这个储物柜使用者入庭对质。从这幅平面图上来看，这些储物柜刚好位于摄像头的拍摄死角。这个储物柜主人可以轻易潜入休息区而不被发现。那个储物柜这么大个吗？重要的是，这个人不但有可能是天盾的同伙，更有可能是杀死实行警的真凶。反对。反对。你在之前说过，被告是唯一一个既有作案动机又有作案机会的人。而这个尚未露面的运动员可以悄无声息地在比赛中潜入案发现场。身为天盾的另一位高级干部，他更有十足的动机杀害警方组织内的卧底。OK 啊，对于魁月本人一无所知，你接下来的表演，本人只是一介观众。根据余罪从无原则，尚不能确定这个储物柜使用者一定与天盾有关。要说他有杀人嫌疑，就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和询问。但与此同时，这个异常的密道确实与实行警的视频内容不容吻合。本案有理由也有义务听取他的证词。正是如此。雷检，案发当日26号储物柜使用者到底是何人？来自天照民国的林小璐惠里香小姐。林小璐，她是本次体操比赛的亚军获得者。检方之所以已掌握他的情报，是因为他与身为比赛冠军的我国选手何清英刚好也是尸体的第一发现者。何清英还是尸体发现者？因为他本来就与案件有关，警方已办理过他的询问手续，请他叫过来不需要太久。
OK， 先看看他长啥样，看看他长啥样，咱就下播了。哎呀，终于能在沙发上坐会儿了。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到底该说什么呢？如果这个案子是一场噩梦，真希望有人赶紧掐我一把，把我弄醒。您终于来了，司徒所长。我知道你就会是一副要死的表情，果不其然。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嘲笑我？哪有，搞了个不得了的委托人出来，我都有点羡慕你了。老夫虽然产生过替你包场的念头，不过啊，你要是想有朝一日想变得独当一面，不经历点这样的场面可不行。好了，没工夫扯皮了。自从开庭以来，事态就在朝着你最坏的方向一路狂奔。莫名其妙的目击者、从天而降的死者自白，还有被告的身份突变。虽然这案子上只审了一下午，我却感觉已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已经成功让法庭的焦点集中在这个杀人案本身了，不是挺好的吗？哎，小菜一碟，小菜一碟。不过你委托人真实身份暴露时，老夫还替你捏了一把汗，最怕你屈服于法庭上的舆情，直接把枪口直接调转了。因为英语是个恶人，便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罪名扣给他，还要法律做什么？啊，事务所就叫神龙，等你成功上位之后就叫龙神好了。不惜等老夫入土为安，就轮到你了。听说你的委托人已被押到另一间休息室去了，消息还挺灵通的。一会儿出庭的证人可能和他为天盾成员，为了防止他们两个人在当庭打案后串供，接下来庭审他暂时不会参与了。OK。哦，陆检也会缺席。距离开庭还有2分钟，请辩护律师尽快就位。OK， 快，到底长啥？我一直觉得有可能跟以前的案子有关系，可能是咱们之前就5年后咱们判那案子中的一个人，我一直觉得，所以我就特别想见你。继续审理，已经惠里香小姐已经带过来了。感觉不太像，感觉见过，好像又没见过。行吧，今天就到这儿了，困了，睡觉觉，明天早上见。明天早上8点播播，大家晚安，晚安。明天晚上和明天白天和晚上都有直播哈，拜拜。